恶女颜真继《黑暗荣耀》后第一部古装剧《御史夫人传》，这是一个奴婢顶替贵族小姐重启人生的故事。女主名叫德久，因为她藏在少爷房里，被主人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即便这样，小姐还觉得不够解恨，命令仆人把她送到父亲房里服侍。就在这时，被打得半死的女仆向父亲伸出了一根手指。这个女仆没有名字，主人特意给她取名叫德久，意指她像小虫一样贱命的生存。德久特别机灵，她每天不单要捣夜壶，还要帮主子抄罚的书，晚上要边读书边哄睡。久而久之，学会了读写。其实德久心里有个秘密，他梦想逃离到海边的西方，因此辛劳存了20多年的钱，可惜只攒了几十文，离梦想的距离还很远。天德久打算偷点花生去卖掉，老爸却有点担忧，没想到女儿想跑，他就心神不宁。没想到德久听完后伸出一根手指，这是叫我不要说话吗？不，这是个暗号，机会就只有一次。德久严肃地提醒，看到这个信号就该明白要做什么了吧。爸爸同意了，会在后山入口跟女儿会合。其实他总感觉逃跑的打算挺荒唐的，但德久确信，反正迟早要死在主人手里，既然结局已定，何不孤注一掷呢？难道要像母亲那样被活埋？原来10多年前德久的妈妈重病，小德久跪倒在地，哀求老爷发善心，给妈妈捐点钱买药，这样他可能能救命。可是老爷怕他的病传染，让人把他们一家关进仓库。我们是畜生吗？是猪狗不如？你们跟猪狗有啥区别？德久爸无计可施，夜里只好把病重的妻子背到后山，活埋了他。画面一切换，德久装扮成男装，在市场售卖烤花生，恰巧遭遇牛蛋和陌生仆人。他得知自家小姐将嫁给牛蛋家少爷，便请求对方帮个忙，便于他挣钱。正在此时，德久看到小姐来到集市，不敢再卖花生，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意外撞上一位公子，他仔细一瞧，这不是之前那个仆人吗？马上就反应了过来，这个人是牛蛋家的少爷。德久担心偷花生的事情曝光，正想溜之大吉，却被少爷紧紧抓住。没多久，少爷将德久拉到半山腰，一边俯瞰市集的歌手表演，一边评说他们的表演一点也不动人，干嘛非得上演这种老掉牙的戏码？有个故事叫《洪吉童传》，私生子不能叫亲爹，这可真够让人心碎的。旁边的德久点头表示同意。书里说过，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为啥还要区分高低贵贱？少爷很吃惊，一个女仆竟然会识字。德久坦白，他读过的书籍，每天得抄写很多遍。像少爷那样的人有足够的机会读书，还能抽空欣赏些平平无奇的表演。可对我们这些地位低下的奴隶来说，表现好坏并不是那么重要。生活本身已经够苦的，只有那短暂的片刻，能让奴隶们透过戏剧忘却痛楚。戏中无法见到孩子的父亲和失去孩子的母亲，他独立养大了沈清，最终沈清成了皇后。但这怎么可能实现呢？奴隶们仅仅希望看到穷困生活也能有幸福的结局，幻想那些他们永远得不到的短暂幸福的故事。少爷听了德久的话，懂得了一样道理。以前他不明白为什么写，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，今天遇到的婢女真是天上掉下的礼物。少爷真想多和德久聊聊。你梦想啥？我的梦想啊，就是安详变老，然后离世。德久的梦想挺简单的，不想被主人殴打或饿死，只希望能优雅的老去，然后自然死去。如果更幸运一些，他希望能和老爹一起隐居，西海边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，父女俩就能无忧无虑了。听到这后，少爷摘下帽子上的一个纽扣，作为耽误他卖花生的补偿，叮嘱他有需要时随便使用。这是德久第一次得到这么贵重的东西，甚至晚上睡觉都抱在手心。他却不知道少爷已心动，甚至由他们的相遇而启发，创作了一首歌。不料好景不长，小姐和少爷订婚那日，德久为避开主人家眼线，误闯少爷山腰的家。具体原因咱们待会儿再说。二人刚好相遇，小姐也来到了这里。少爷尽力保持冷静，在前厅和小姐聊天，德久则藏在屏风后面。他不小心瞥见了少爷的创作，不经意间发出了声响。那位小姐显然不笨，立刻走向屏风，直接抓住德久的证据。这就是故事开始的情形。小姐命令仆人将那贱人带到父亲房间时，德久意识到逃脱的机会来了。在那个夜晚，德久打扮好后走进了老爷的房间。他先向主人端上一杯酒，以答谢提供的食宿，接着慢慢松开衣襟，从怀中抽出一把镰刀。他是要为王母复仇。话音刚落，他的刀就砍中了老爷的颈部。小姐听到声音赶过来一看，吓得目瞪口呆。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德久一把把小姐推倒，然后把老爷的夜壶内容物全泼到了他头上，然后趁着夜色赶往和爸爸约定的地点。不一会儿，官兵和家丁追了上来，但他们都是命苦的人。家丁头头不但没难为爷俩，反而放他们一马。与此同时，少爷因为藏婢女损害了家声，夫人揭露他是老爷跟歌女的私生子，如果不是顾及面子，早就不养他了。现在出了这么一出，夫人把私生子赶出了家门，并命令他永不得返回。与此同时，德久和他爹冒着风雪向西努力前行。
他们翻越了阻挡他们的高山，冲过刺骨的冰冷河流，只为抵达那片能够生存的海岸。但年迈的父亲渐渐体力不支，就在此时，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。旁边路边有个亮晶晶的客栈。第二天，德九从梦中醒来，发现他爸居然不在了，急忙询问老板娘是否见过他爸。老板娘说他早已离开。听闻此事，德九急忙收拾东西去找，但老板娘坚决不语，毕竟还没结账呢。无奈之下，德九用那枚扣子抵押给老板娘。忙饭雪地去哪找他呢？其实他爹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不想给女儿添麻烦，所以决定离开，决心找个地方静静离世。德九一直在客栈外哭到深夜，他怕爸爸回来自己不在，那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。看着这孩子可怜，老板娘特地让他留在客栈帮忙，等爸爸回来。1年眨眼就过去了，德九的父亲还是没回来。那天2个壮汉非要德九陪酒，老板娘见状赶快护住德九。壮汉肯定不乐意看好事泡汤，拿出武器准备动手，恰好一队官兵路过，这场乱子才暂时平息。与此同时，负责和大清交好的使臣玉大人计划在客栈停留几天，他带着女儿玉太英一起。这位小姐的举止与众不同，她不摆架子，对仆人也很好。她很想和德九成为好朋友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年纪差不多。在玉太英的影响下，德九逐渐敞开了心房，两人分享彼此的梦想，一起畅想将来。玉太英梦想进入外织部，为受不公待遇的人讨公道。大多数人不认字也不懂法律，但当时朝鲜法律不许女性做官，外织部不属于官职，只要识字都能做，男女都无所谓。两人相处融洽，恰巧被老板娘看到。几天后，玉大人休息的差不多，他打算明天一早出发。老板娘一听这个，一下子跪在地上，恳求玉大人能带上德九，不管是当仆人还是奴隶也行，因为跟他吃不饱，不想见孩子吃苦。在老板娘的恳求声中，还有玉太英的劝说下，玉大人决定把德九收作义女。那晚老板娘激动的说不出话来，她把扣子还给了德九。接着玉太英走了进来，把自己手上的玉戒指戴到妹妹手上，说这是祖母传给她的，现作为见面礼。她从小跟父亲到处跑，所以几乎不认识家里人了。玉太英耐心向德九介绍祖母和仆人们的特点，帮助妹妹日后适应家中生活。就在这时，外头传来吵闹声，壮汉和强盗冲到客栈下，立刻许多护卫倒下，包括妇孺都未能逃过一劫，连玉大人保护女儿时也被杀。德九拉着玉太英就逃，但他突然看到老板娘已经死了。德九无暇哀伤，玉太英被带进了仓库，可是壮汉开不了门，一把火就把房子点燃了。德九和玉太英各自找出路，结果房梁从上方掉下，正砸在玉太英的腿上，因为木头太重加上火太猛，二人怎么也移不了那块木头。玉太英看到上方的房梁还可能掉下来，同时德九举起水缸砸开了一条逃生路。当他回去救玉太英时，他说：你得活下去，要活着追求你的梦想。德九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府邸。祖母，我的太英，你是太英吧？对。一个意外让贱婢和大户人家小姐交换了身份。他本可以匿名惊恐地过完余生，但他发现从婢女那里得知的秘密后，土匪把客栈的人都杀了。他因为带着戒指被官兵带回，同时偷听到妈妈向奶奶汇报，那帮强盗没被捕后，德九死里逃生，改变了想法，毅然推开祖母的房门，接着把妈妈和小字挡在外头，然后砰的一声跪了下来，承认自己不是孙女太英，而是在旅店服侍的仆人。祖母一听，气得脸色大变，急忙问起真正孙女的下落。德九说是小姐救了他一命，他却死在火灾之中。他明白不该是太英死去。祖母显得有些迷惑不解，为何德九会携带那个扳指？德九向祖母讲述了如何被玉大人和太英收为义女。其实德九冒着生命危险，为的是为已故的小姐复仇。画面切换，祖母把德九带到衙门，他指出客栈前有3岔路，走东边的路大概1刻钟就能发现一个洞穴，强盗们藏在那里。大老爷不理解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，祖母马上接话，谎称是一个佣人告诉他的。此外，德九冒充太英，希望提供一幅土匪的画像，帮助衙门快点抓到坏蛋。大老爷听完后赞扬小姐聪明绝顶，同时祖母也重新看待了这个婢女。走出衙门后，德九呆看着自己的通缉令，旁边的老奶奶识破他的想法，提醒他在抓住土匪前得继续扮作太英，否则谁会信一个通缉犯的话呢？一定要隐藏好自己，别被人发现，否则整个玉家都完了。第二天，德九就被安排在太英的小院，只有他妈妈知道他的真身。那天下午，刘享所的夫人们寄来了慰问信给太英，斧头叔和莫东之间的账目混乱不清。这时候小字就灵机一动，想到可以找小姐帮忙解决，可字母肯定不会答应。那时候懂字的女性本就稀少，何况是小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晚餐时小字带来了那封慰问信，还说对方希望能在明天前得到回复。德九拿起信一看，名字收到的是刘享所夫人们寄来的信。这件事让他妈妈非常惊讶，他当晚便回了信。很快这消息也传到了祖母那里，祖母本就佩服德九，
现在知道这孩子不仅识字，还能绣花，对他的喜爱更甚了几分。刘香所的夫人们都是本地富商的正室，原本玉大人要整顿他们，没想到途中出了意外，这群人乐得不行。于是德久在回信里写了一首诗，意思是说这些夫人们都是杀猪屠狗之辈，文字虽锋利，却也真挚，连基本的书都没有读过。他们无言以对。奶奶知道德久帮儿子报了仇，非常高兴，但夫人们怎会就此罢休？原来德久守住了他的诺言，以太英小姐的身份出现，他冒险揭露了被捕壮汉，正是杀害玉大人的凶手。他认为土匪不仅抢了金银财宝，还夺走了原本可以改变的未来，众多命运多舛的奴婢们，因此咒骂这群强盗永不得超生。于是玉太英的仇中得报复，一回到家，德久把小姐带回的东西一一奖赏给了仆人们。有那么一刻，家主母仿佛在他身上看见了孙女的身影。当晚，德久取下玉家的扳指，重新换上了逃亡时的衣裳，正打算悄悄跟奶奶道别。这时候，家里的当家的忽然来了。奶奶希望德久今后以玉家孙女太英的身份过日子，一方面是为过世的小姐赎罪，另一方面，祖母拾起地上的扳指，坚持要尊重孙女生前的遗愿。从此，逃亡的奴婢变成了豪门千金。当家主母要求德久永远蒙面，不能让任何人揭露真相，直到完全变成太英。时间飞速流逝，2年眨眼即过，德久也基本不出门，遵守了约定，取消了不少豪门婚约。当家主母发现他还没改老毛病，表面看似文雅，却本质依旧。这日仆女小子急匆匆地跑到另一院子，激动地告知说书名人千成辉到了，明日还将演出。起初德久没太上心，直到小字提到千成辉编了个动人的故事，跟小姐身上的扣子有关。故事里的男主爱上了卖花生的女仆，还把帽子上的扣子赠给了她，这让他突然感到非常紧张。他赶紧拿起那故事仔细看，没错，故事里写的就是他自己曾经的经历，连女仆惊恐躲在屏风后的情节都和真实发生的一模一样。小白发现小姐脸红紧张，似乎很兴奋，于是那晚硬拉着德久去了戏院。当时的演出挺新颖的，千成辉一人单纲双脚，或唱或舞间隔变换，呈现3年前两人初见，场景细腻动人的表现。德久凝视着对方，眼泪不知不觉在眼眶打转。千成辉在最后一幕摘下扣子时，终于遇到了3年前一见钟情的人，但不知为何，德久突然离开了剧院。后来小德找到千成辉，询问他是否丢了一枚扣子，他们俩故意安排了一次偶遇，但德久看到千成辉时并不高兴，还担心身份泄露，没聊几句就离开了。一回到庭院就问小字为什么那么做，原来小字第一次见到小姐那么紧张，咦，魏千成辉就是他心仪的人，再加上小姐总宅在家里还不肯嫁人，不管怎样，我只愿我们小姐能幸福。另一方面，夫人们得知城中新来了一个正直的县令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指挥。同时白夫人宣布了，他们家为了儿子准备搬到汉阳。同时千成辉潜入了隔壁院子，威胁说如果德久不跟他离开，就会暴露对方的真实身份。在他的威逼利诱下，两人骑马一同奔向海边。原来在这3年寻找德久的过程中，他已经在他梦想的地方准备了一座小屋，两人一直聊到黄昏。千成辉明天将离开这里，希望德久能与他同行。他还说书会在整个朝鲜游走，一定能找到德久的爸爸。小子说找到后会回来，实现最初的梦想。最后德久决定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，但当他们回到别院，看到仆人们聚在一起哭泣，白妈妈则坐在地上痛哭失声。德久一瞥余光，小白躺在床上纹丝不动，他轻轻呼唤几声，无人应答。走近一看，发现小白颈上有勒痕，已经断了气。德久看到这幕，泪水立刻涌出。斧头叔随即说道，今早一起来就发现小白不见了，他也挺着急，到处找，最后在后山发现小白吊死在那里，后脑明显有外伤，但警报称是自杀。德久不信小子会做这种傻事，德久非常愤怒，是要为朋友在衙门讨回公道，但斧头叔告诫这行不通，毕竟仆人的命不如畜生。这令德久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和自己在主家的苦难，一怒之下失去理智，想要跑出去告状，却被白妈妈一把推开仆人，还把房门锁上了。他请求小姐先冷静下来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现在去衙门跟自首有啥两样？平时的安稳过多了吧？不会忘了自己是个逃犯吧？还不如和玉家还有那书生私奔，这也是女儿所期待的。他真希望小姐幸福。德久眼泪止不住的流，一时陷入了茫然。不知过了多久了，他拿出逃跑那天的衣物，似乎决定了什么，然后穿上华丽服装出现在千成辉面前，把珍藏3年的纽扣还给了他。千成辉明白他想忘掉德久的过去，没错，德久以玉家千金的身份来为死去的小字复仇。和千成辉告别后，隔壁城新请的法医已完成验尸，确认小白的死不是自杀。斧头叔怎么也找不到白妈妈。与此同时，白妈妈找白夫人理论，大声质疑他儿子害死了自己女儿。白夫人本性凶狠，一听这话就拿起扫把猛打白妈妈一顿。
还威胁要当场置白妈妈于死地。旁边的夫人们见此，纷纷批评玉家骄纵仆人，怎么敢谴责别人家的正事呢？白夫人借机狡辩，说是丫头想勾引她儿子来改变命运。就在这时，德九出现在人群中。玉家虽然衰败，你还得好好管管仆人，还不如先管好你儿子呢。小姐，请你停止了，我得保护我应该保护的人。话还没说完，那县官大人便带人把我们团团围住。德九再次强调，我们家少爷杀了婢女，假装自杀，证据是隔壁城的验尸结果。之前说过新任县官很正直，他命令我们所有人都抓回衙门审查，但他突然改变话题，问德九的全名。제 이름은 옥태영입니다。杀人逃亡的贱婢，意外的成了大户人家的千金，因不忍同病相怜的奴隶死亡，被卷入麻烦。德九告状称白家72人谋杀府上丫鬟，县令得知后就把相关的人给抓了起来。本来以为有人证物证，很快就能结案，结果这才是不幸的开端。德九把白妈妈带到玉家，强调他不想利用玉太英的特权。小白把他从恐惧里救出来了，因此他绝不会放过伤害小白的人。斧头叔旁边显得有点迷糊，一个奴隶的死竟然惊动了县官大人。原本在救白妈妈之前，德九已经把验尸的事通报给了县官。按常规，自杀案无需县官亲自验尸，看看书面报告就可以了。但德九发现报告说是上吊自杀，后脑那么大的伤口却令人怀疑，所以就叫来隔壁城的仵作再次验证。衙门的仵作吓得立刻跪地求饶，承认只是奉命办事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命令肯定是白家发的。虽然事出有因，但白家上下一致都不承认认识小白，甚至说自己的儿子是被人家勾引，改成那女子想要攀高枝。未遂后上演的无良闹剧，大老爷知道没有确凿证据，白家是绝不会认罪的，因此以天黑为理由先撤退，但强调在未彻底调查此案前，禁止任何人离开清水县，否则将限制行动并发布通缉。白家虽贵族，却不敢违抗法律，只得乖乖回家。次日，留香所的夫人们聚头讨论昨晚之事，七嘴八舌，死的只是个低贱的婢女而已，给点钱解决不就行了？何必非得逮捕白家到这种地步？大夫人觉得县官是借此打压留香所，无论有没有罪，这次大家都必须要赢。此外，戴夫人找来了清水县顶尖的律师，肯定能帮白家赢下这场官司。消息很快就传到玉家，德九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10几个衙役已经冲进了别院，一言不发就把白妈妈抓了起来。头目说他被指控侮辱贵族，明明还在调查中，居然头目觉得如果贵族没罪，这位老仆肯定会逃走，他们是不会被宣判无罪的。仵作已于昨晚咬舌自杀，这样一来，德九的唯一证据也没了，无奈只能看着白妈妈被衙役带走。不一会儿，他质问白夫人为什么要逼死仵作后，还要绑架白妈妈，是为了销毁证据，还是真想置白妈妈于死地？白夫人提醒德九，他对这世界的看法太简单了，仅凭一个县令就想对抗留香府的独断专行，抓走白妈妈不只是代价，这也是给大家的提醒。胡乱反抗，不但自己会遭殃，还得连累自己的母亲。德九之后找遍了县城的官府，结果没一个愿意帮忙。正当他无计可施，想去找县令的时候，一位高人突然出现了。此人长得和少爷一样英俊，他就是县长的长子程润谦。德九为奴隶讨公道的做法打动了润谦，为何不自己建一个外支部呢？要学习的法律书全放在县衙仓库里，真是太巧了。润谦恰好掌管着库房的钥匙。在古代朝鲜，一个奴隶只值10两银子，但一匹马却值30两，因此贵族送出的马价很不菲，要为小白的死找个圆满解决办法。然而那位贵族竟当众如此行事，提醒贵族把所有家当拿出来也赔不起小白的命，在判决前要求和解，无异于自认有罪。根据大明律第323条和第405条，刑事案件不能私自和解，私下解决谋杀案会面临更严厉的处罚。这番话让整个城市哗然，连最精明的外事部也不知如何应对。我们明天法庭上见。尽管贾千金变得有理有据，但庭审当天差点害死他。原来县官长子润谦带着贾千金德九，悄悄溜进了县衙书库，处理白妈妈诬陷贵族一案。德九不只查了很多律例，还记了很多笔记，这让润谦更喜欢这位为下人努力的小姐了。傍晚，一个叫石头的下人偷偷跑了，白夫人听后吓坏了。外支部觉得如果被县官发现，肯定要延迟审理，建议还是早点解决。于是发生了开头和解的一幕。白家万万没想到，几天不见，小丫头居然学了这么多法律。夜里，奴隶石头找到德九，一声不响就跪下了，反正死活都一样，不如临死前说出真相。那天晚上，石头把小白捆在废屋，这是他与少爷约会的场所。白夫人让石头在少爷来前侮辱小白，借此切断他们的情丝，但少爷正巧到达。事后，他本要把小白送往医馆，白夫人却安抚儿子，别让一个低贱的仆人扰了心绪，这都是那贱人的错，还特意嘱咐一家3口没来过这破房子，注意那时小白还没死呢。石头跟德九说，小白临死前说了句话，还不如让我就这样不再存活。画面切换，德九向白少爷传达了小白的遗言，并交给他一个他一直珍藏的盒子，
盒内装的全是白少爷赠的礼物。德久了解，小白因为奴隶的身份，一直拒绝白少爷的爱意，因为贵族与奴隶结婚是致命禁忌，但希望他理解小白真正的感情。白少爷还是不愿意出来作证，毕竟那是他自己的父母。送走白少爷以后，润谦觉得有没有他的证词都无妨，因为还手握着石头这张王牌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德久居然不想利用这个优势。如果让石头出面，他本可以保命，但他必须听从主人的指令，哪怕不公平或心知有错，也只能服从。如果真能逃出去，还得隐姓埋名生活，被捕的话仍会被处死。那润谦就不懂了，难道小姐真要跪求，让他们放过白妈妈吗？外支部不会用跪求来抗争。小白的死很快就有了结论，尽管后脑有明显伤痕，在破旧房子里发现了血迹，足以证明有人被谋杀，但涉及小白和白家少爷的关系，证人的说法各不相同，也无确凿证据指向白家，所以法庭判白家无罪释放。至于白妈妈诬告贵族的事，根据大明律第359条，外支部主张公开绞刑。德久立刻表示反对，诬赖白家的不是白妈妈。县官确认报案人是玉家小姐，侮辱贵族的罪责，死罪可免，但难逃活罪。根据大明律第347条，贵族如受侮辱，须经法庭裁定，禁止私下报复。但白妈妈已经被白夫人打过，还遭受了严苛的关押，因此她应该被释放无罪。德久还希望大老爷能谅解一个带喜冤屈的母亲的心情。旁边的白夫人听后忍无可忍，都是下人，怎能期待贵族的体谅？应判死刑。县官大老爷宣判，根据大明律第347条，侮辱贵族罪判10杖。要知道这10杖连男人都难承受，更不用说像白妈妈这样年纪的女人了。德久心里明白，看到那些刑具特别心疼。正当白妈妈被捆起来的时候，停下，如果必须要有人受罚，那应该是我。贵族面前不能受这种刑，这绝对是给家族抹黑。德久此刻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毅然决然站在刑具边，眼里透着坚定。就在这时，白少爷当众大声宣称自己杀了小白，杀了自己心爱的人。从此白少爷被拘留，重新审理，白家走向没落，婢女命案终于画上句号。润谦和德久的爱情就不提了。几天后，祖母从汉阳回到县城，还带来了一份婚约。县里的大老爷为他儿子提亲到玉家，想让孙女太英嫁给他的大儿子润谦。家人都支持这门亲事，但德久心里有些犹豫，对润谦感到不太了解，是他不够好，还是有别的问题？正当德久准备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时，突然在县城看到了以前的小姐。接下来会有什么故事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她是个不能近女色的县令嫡子，她则是身负杀人罪冒名顶替的女仆。二人为了相互依靠，选择了结婚。原来德久为了躲避前女主的追杀，主动向润谦坦白了自己是逃奴。没想到润谦听后决定告诉他一个自己的秘密。其实这家伙也很排斥婚姻，用现代话说就是性少数者。在那个年代，如果暴露出来的话，结果别无选择。因此润谦请求德久与他结婚，成为县官家的媳妇，彼此成了避风的港湾。或许这样他们能保住性命。于是润谦与德久成亲了。这里有个小细节，少爷知道德久成亲后，特意赶到县城读了几天书，偶然发现新郎跟他长得一样，牛蛋不禁感叹，竟有两人长得如此相像。新婚夜，夫妇俩在一起，德久以夫参加5科考试为由，外出训练，对家实行关闭。一离家，润谦就消失了，身边还带着许多武术弟子。这里面有关键点，他肩膀上纹了个星星。次日清晨，巡查使节王召至县城，因反贼频发，今后5人以上聚集及抓捕。另一处，前县官见到大富商，直接拿出一块金矿石，提到在附近云峰山挖到的。于是当晚，大富商联系了坡家，承诺合作挖矿，利润对半分享。为了加深友谊，还撮合2家子女结亲。与此同时，德久在街上偶遇一位被殴打的老人，发现施暴者利用百姓文盲的弱点，还伪造了官府的印章。老人不明白这些，只想救出儿子。于是德久和莫东装扮成贵族，潜入大富商的商行收集情报。偶然发现一道被人看守且锁得严严实实的大门，谁知道里面关着的全是被骗来的未成年孩子。请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可爱的小胖子。管事向大富商推荐时说，孩子们最大的才15岁，身材瘦小，适合那活儿。当晚，德久和莫东经过妓院回家，莫东为小姐抱不平，才结婚几天就跑到这种地方。反而是德久，她觉得丈夫另有打算，嘱咐莫东保密。实际上润谦也在调查拐卖儿童案，关键是其中一个特殊孩子同样是性少数者的文秀。德久把看到的告诉了公公，于是县官决定在富商交易时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大富商手下送孩子途中，因小胖2句话被打。县官一看，立刻让衙役抓拿人犯。一会儿双方就干起来了。值得一提，润谦戴着面罩站在德久前面保护他，但现场太乱，他胳膊被砍伤，面罩也掉了。德久认出丈夫后感到震惊，还没缓过神来，人贩子们几乎已被全部铲除，只剩少数几个带着孩子逃跑了。润谦也不敢停留，
拉着文秀消失在夜色里。当县官老爷询问是否见过蒙面人的面貌时，德九谎称没看清。同时，大富商发现自己被县官骗了，气得不行。现在孩子那么少，挖金变得难了。他越想越火大，誓言一定要让县官好看。第二天一早，德九被润谦带到妓院，由一位长发仆人带路，进了一个不显眼的房间。房间里的屏风后面藏着密道，通过密道直接进入妓院。山后树林藏着一个隐秘小院，这是润谦秘密成立的一个叫做爱心团的地方。团员每个人肩上都纹着心形图案，他们和他一样，全都属于性少数群体。那个晚上，大富商的儿子带3个朋友喝酒，一个胖男生看中了长发的仆人，便起了歪心思。结果这小子一把抓着仆人的头发，拽到大家面前。他明明是男的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德九突然大声质问为何要带走无辜者，他认为就算有罪应该送到衙门处理。大少爷认为维护乡风民俗向来是留乡所的责任。德九听闻此事，决定上衙门告状。刘湘把无辜者强行带走。润谦很快就听说了这件事，他决定要救出仆人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哪怕冲进法场，因为那孩子是他救的第一个性少数者。次日清晨，全县的显要人物齐聚一堂，纷纷要求处决这个既非男非女的人。县官面临巨大压力，决定执行死刑。关键时刻，德九穿着官服现身，他端着气质走进大堂，准备为仆人辩护，但这举动却导致家破人亡。原来德九相信无论地位高低，每个人都该得到公正审判，不能只听信刘湘所的看法。他拿出一份庚卯年8月12日的判决记录，根据皇命不再纠责阴阳人，因他生了病，便让他远离人烟，独自生活。此外强调指出，被行刑要多加小心，即使是大王也不轻易杀害百姓，更不用说刘湘了。至于男仆的情况，县官决定先报告大王，等待回音后再定审判日期。不知道的是，仆人虽得救，却也埋下了隐患。下午德九闲逛时遇到一个可怜的女孩，出于善心请她吃了碗热饭，意外的从这孩子那儿听说，那些失踪的小孩没被带到太远的地方，而是送到了眼前的山里。与此同时，兵判大人已秘密开始挖金，还没高兴一会儿，手下就报告县令将组织人手明天搜山的事情。大富商担心出差错，立即停止了开采。正当此时，小胖子出现了，不妨跟文秀走，不单提供餐食，还能学武功。兵判大人听后灵机一动，只需把那些人列为叛徒，县官便没工夫理这事了。因此在小胖的供词下，兵判大人与大商人一起查到了妓院，并找出爱心团的隐藏地点，还亲手杀了那男仆，不止分散了县官的注意力，叛党刺字很快被曝光。大商人趁势施压，原打算逃跑的润谦向父泼白，爱心团其实是性少数群体。老父亲听后几乎气炸，立马命令儿子离开县城，如果再见面就得以叛国罪逮捕他。画面切换，德九带着润谦逃跑，官兵紧追不放，两人匆忙躲进一小院。德九保护丈夫进了主屋，自己在外头拖延时间。但搜查官也不笨，命人进屋搜捕。不一会儿，丈夫被抓出来了，但德九意外地发现，那人肩上的心字不见了。原来润谦藏进了少爷租的别院，对方立刻意识到夫妇俩正被官兵追捕，于是两人换了衣服，才得以蒙混过关。此外，少爷也把已检查的身份牌给润谦用了，毕竟他俩长得一模一样。其实他这么做，还是因为喜欢德九。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，德九跟润谦道别，刚回到家，王照就送到县衙门口了。大王认为叛贼已经潜入清水县，身为县令却浑然不知，这是失职的罪过，近乎是同谋叛国，遂决定免去其官职，没收家产和家人，用来表彰功绩卓著的富商。县官一听就憋不住气了，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栽倒在地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